假设这是标圈的众多女性，想跟女生讲什么？我知道很多人会很想要教你们，但是我其实有时候听一听，有的在旁边教的人，他其实也对自己的飞镖不了解，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打镖，就去多看你喜欢的选手的影片，甚至是请教比较资深的选手。像现在其实有的选手会办一些见面会什么的，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总比你在镖队里面，然后很多人教你就是杂七杂八各种的都有，你不如去参加一次见面会，然后找到你真正想要学的东西，这样子。Hello， 大家好，我是廖佩莹，大家都叫我佩佩。目前我的镖龄大约7年，加上可能中间疫情，我都算在里面，就是大概从18年到现在。最近其实获奖次数蛮多的，从去年的大概6月中开始，有去国外像澳门飞镖节，也有拿一个冠军。2个冠军，然后到深圳的冠军飞镖赛，然后台湾的 TCO 都有拿到冠军，然后再来是最近拿到 AI 的代表队资格，目前是这样子，很高兴认识大家。我目前的赞助商有 Cosmo 跟 Fit，Cosmo 是镖身的部分，然后 Fit 是我的尾翼，是美人鱼款的，然后上面有我的签名这样子。然后现在还有货，再请大家支持。对，就是 Triple 20是专门为飞镖设计的鞋子，对，然后有兴趣的也可以试试看。镖服的部分是 Bus2， 然后还有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花鸟风月，然后还有一个是一间公司叫锦艺金属工程行，这些是我的赞助商。我很好奇你的动作有被婆婆影响过吗？就是你有参考过他的动作？有，因为其实他就是从我出来比赛之后，一直都是他教的。虽然我不是完全照他的动作，但是就是真的会有一些元素是因为他，像是手就是丢镖的动作，因为很多人其实是这样，但是我是这样，就是这个台下有特别练过的。对，因为其实中间就是有经历个人因素，所以没有办法继续打镖，需要休息一阵子。那其实刚回来的时候，其实都是打不到。但是在去年的2月回来的时候，真的是特别，不是像一般平常打不到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像人家说的易卜症，就是只要我拿镖的那个姿势出来，我手就是出不去，就是可能站在那里10几20秒30秒，我的一支镖还是丢不出去。会长怎样？就是你会拉回来，然后就卡住，然后要不然就是要丢的时候身体就一直向前倾，直到要跌倒了，我才有办法把镖丢出去这样子。那你丢出去，你会打到哪里？你会打到把面吗？还是你会打到地上？会打到把面，可以打到把面，但就是可能像一开始都是像开花那样子，对，要不然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就是会砸机台那种，刚开始。但是因为那阵子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比赛，因为我打镖7年，其实有中间3年是疫情，然后那个其实比赛比较少。后来出来的时候，刚开始有比较多比赛，台湾可能有 TUDC，你从去年才开始回来打？比较常打就是中间可能断一下，就会想说，有比赛没有很想参加，然后后面因为其实看别人的影片就会说，我还是好想要打镖哦，然后但那时候回来就，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所以你中间真的都没打，在家里也没有打？在家可能会稍微丢一下，我在家其实很少丢，很少，然后因为我平常也不太会出来镖店练习，除非有朋友约啊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在碰镖，除非说真的有看到有比赛那我前1个礼拜可能练个1-2天这样子而已。可是你现在比
以前更强，对不对？现在是你最强的时候吗？现在是我最强的时候，就是比尹乃坤那些就更强。尹乃坤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不强，那时候不强，所以你现在在跟乃坤说他还好是那时候可能运气比较好，因为其实我站上去，我的手是抖到我在丢标，我都看得到自己在抖，但就是运气很好，可能因为你紧张，然后反而手更松，更不会去抓紧标啊，更出力的去控制那个标，所以其实我手直的，就进了。哦，你紧张手会更松哦，大家紧张的时候会捏很紧。我觉得看个人，因为我抖到我没有办法握紧，然后就丢一大概知道抖太大力了，就那么说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那时候，因为现在回去看，其实那时候丢还好，其实乃坤有他的水准在，但是可能他会，因为他其实也算老标手，可能会有一点松懈，之类的，也算是运气不错啦，这样子。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台湾女子最强？我自己觉得我可以算数一数二的啦，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强的是在比赛的心态上面，因为我觉得我像很多人会问我紧张的问题，因为我最近其实 TCO 有跟铃木未来打到，然后其实之前就一直很期待，在我刚开始打标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期待，但是这次其实我对到他，我并没有说到很紧张，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打标的时候是比较沉浸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就是我只要不要去想对方的分数是多少，其实我都不太会紧张，所以我觉得我比赛可以发挥的比别人好，就是这个部分。所以要说我比别人强吗？应该说我自认为我的心理素质比别人好一点。有的人可能会很 care 台下的声音，或是对手做出了什么动作，所以都会影响到心理。然后有人可能打标的时候，像乃坤啊，他们都很喜欢那种吼叫，对，然后打到帽子就会吼叫，下一个对手上场的时候，3空。我觉得就是其实女生不是说，因为飞镖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没有分什么男生女生，因为就一个等级在那里。女生要打得好也不是不行，因为照比例来看，男生确实比较多人打，女生比较少。女生其实很多也会，我觉得啦，因为女生常常会有很多人去教，所以变成她的动作可能会受到很多人的影响，就不是说特别稳定，所以女生要上来也很难。所以你自己有遇过这种情况吗？就是一堆人教你的？我觉得我的幸运的地方就是我一开始其实是跟吕安生他们一起打标，我一开始打标就认识吕安生，然后那时候他的动作其实也是有影响我，因为就是比较标准式的出标方法，后来又遇到了普波，那普波那时候真的是教我很多，那时候做的功课啊、练习动作其实都是他有跟我讲一些原理，让我自己去思考，然后后面变成我自己的东西。所以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普波教我，其实别人不会想要来教我。所以我想问说，如果你今天在练，比如说普波讲的东西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在练，然后那会有路人不认识你，然后跑过来教你，就是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如果是我觉得看每个人不一样，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是不太喜欢跟陌生人讲话，所以也很少会有陌生人主动来搭讪，然后说要怎么丢之类的。而且我那个时候我刚打标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直跟吕安生他们一起玩。后来升到10几级的12级的时候，因为其实在旁边的人看我都知道，我可能比他还要强，他其实就不会他其实就不会主动来教你。然后因为我在这段期间很短，我刚打标不到1年，可能1年左右而已，就换成普波教我了，所以基本上没有遇到会有其他不认识的人来教我，因为主要练标的地方也都是跟普波在一起，或是在熟悉的地方，就那个环境已经很强了。对，因为我会问这个是我认识的大部分女生啊，就是有在打标的，通常都5到8级。那可能很久，就是打1-2年。那不要说不认识的教他，就是可能同标队的，就男生，比如说今天 A 男讲说，你怎么丢这样？你应该丢怎样。然后他可能听了他的建议，至少第2个动作
1-2个礼拜起跳嘛，就是在认真雕的话，那他可能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雕队的另外一个男生说：“啊，你怎么丢这样？”我知道有很多人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我自己在看，女生不是不喜欢打，是女生有太多这种事件发生，然后通常女生也比较不会去直接的说：“啊，你不要吵啊！”对，我周妈现在在干，我在练我的东西，通常都不会，他就是听他讲。他标，因为通常一讲就会讲很久，所以就等于他可能来标店，然后他可能今天只能来1个半小时或2个小时，他可能又都在听人家讲话，他已经自己丢了半个小时，然后突然插进来，然后跟他讲解，然后还要示范给他看，说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然后可能就花1个小时。因为听久了自己在练手也会忘记。我觉得是可以讨论，但是如果有人来教你的话，我自己觉得他讲他的，你就继续丢你的，假装有在听。我觉得女生最好的学习方法其实是多看影片，你就看你自己喜欢动作的那一个选手的影片，比赛影片。我觉得那种思想灌输其实是有一点用。像之前我打标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日本织野真澄选手的动作，就是那种很流畅、很轻的那种出标动作，然后我那阵子其实就是每天看一下，在丢标前也是回想一下他那个动作，就觉得手真的好像顺很多，然后就有那种很轻松的丢标的感觉。像日本选手，他们其实丢标都有一个标准的姿势，但是仔细去看会发现，其实他们的发力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丢出来是抛物线，有的人是直接很直的下去，有的人是从下面一样是很快速的，就是那种直接直线上把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我觉得台湾女生很多遇到的点是，她们会丢抛物线的，但是她们并不清楚自己的放标点在哪里，所以变得标很容易不集中啊什么的。女生在练习的时候要比较确定说自己想要学的姿势是哪一种。你给他们建议什么？我自己觉得我蛮喜欢普波的一个方式，就是像我现在丢标，因为我们其实有的女生会认为靶很高，所以它架很高，这个丢的方式其实是很费力的。因为之前我也会觉得靶面红心173，那我是不是架高一点，我直线丢我就中。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标架的低，你的手肘在给这个力道的时候，你丢出去你的手会轻松很多，但就是可能要你自己多试，你才会真的要试蛮久，你才会发现我这样子是真轻松的地方是在哪里，比起你手举很高这样子丢来说。你怎么发现的？你原本手举很高吗？是后来我一开始其实还好，但是后来越打会越想要把手抬高，所以我有一阵子我的手可能在架标的时候已经架到眉毛这边。你有用东西去对红心吗？尾翼还是表身吗？我其实是看回拉的时候的标头。回拉的标头，所以你一开始架在哪里没有差？你会往眼睛靠？我会架在眼睛前面，但是我主要我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是回拉之后出去的这个直线的动作，所以有时候我会发现我架标的时候，有时候会挡到右眼，但是我的主力眼其实是右眼，所以我有时候会稍微需要移一下，然后回拉的时候，这时候的标头我会稍微有一点瞄到我的标头，然后主要在红心，但是我一定要瞄到我的标头，然后再往红心的地方。标头会对着红心。对，就是其实你的心里要有一条标头到红心的线这样子。假设这是标圈的众多女性，想跟女生讲什么？我知道很多人会很想要教你们，但是我其实有时候听一听，有的在旁边教的人，他其实也对自己的飞镖不了解，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打标，就去多看你喜欢的选手的影片，甚至是请教比较资深的选手。像现在其实有的选手会办一些见面会什么的，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总比你在标队里面，然后很多人教你就是杂七杂八各种的都有，你不如去参加一次见面会，然后找到你真正想要学的东西这样子。其实标界的人都很希望女生可以多一点人来打，就连身为女生的我都是然后也希望女生变强的人可以多一点，
所以就变成其实很多标队里面的人都很想要赶快拉他一把。你们有自己的一套打法，我自己认为啦，就连我好了，我也不敢去轻易就是随便教别人，因为或许他喜欢的并不是我这种动作，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轻易的去教一个人的动作，因为每个人的动作其实自己每个人的协调性是不一样的，除非那个人主动来问你，或许你可以跟他说大方向，但是那种小细节的东西，我觉得就不要再随意的教别人，一定要照你的细节。就像是我跟我老公好了，他之前教我会超级不爽，就算我知道他很强，他18级什么，但是他在我旁边教我就会变得，我原本想要好好的练标，他一讲我直接标丢了，我不想练了，心情第一，对。所以我觉得就女生其实就很看心情，你知道吗？你一直讲我讲到我好烦，那我为什么要练？我就不想啦。讲一讲我本来打好好的，被你教一教，我真的不会打，那我不想打。在初期很容易发生，就是你刚好我又变烂，那代表我是不是没有天分？那我就玩玩就好。其实很多女生会有这种心态。我不知道其他县市怎样啊。我在台北看，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打标女生不少，就我不觉得女生是没有兴趣，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最后能去比赛或是喜欢这个运动的女生比较少，所以我其实问你或是之前拍的女生，我都会想要问这个，我都会假设你们有经过这一段，当然可能实际上没有，但是如果你有这个经验，或是你想要跟大家给点建议说，如果你现在正在这个阶段，你该怎么办这样？那你刚刚有讲那些，我觉得挺好的。我自己的观察是，你只要等级到一定水准，你就不太会教人。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有到16、17，就是我自己的观察，我会觉得高手不太教人。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教，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讲，就是他们认知了，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所以他们不会强硬的把自己的一套加在人家身上。对对对，这个时期的女生我觉得。因为主要我出来比赛是因为我好胜心比较强，我只要想要玩一项东西，其实我都会很想要把它用到最强最好。然后也是因为刚出来的时候，第一个是等级，我一开卡，我其实打了可能2、3个月我才开卡，开卡的时候就已经6级了。然后我那时候就6级，然后旁边的男生就会说哇你开卡就6级好强哦，然后心里就觉得6级很强哦，然后我就其实还蛮有兴趣的这样。反正就一直打，然后但打到后面会卡在10级一个坎，然后12级也卡了很久。卡住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就是想一想你要的是什么嘛。你只是想要玩，那就玩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飞镖真的就是好玩。你如果想要就是有那种很想要赢别人的感觉，我觉得可以试试出来比赛，因为比赛真的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我那时候可能10级。但是我出来比赛的时候，我打得很好我可能打出来可能13级、14级，甚至我13级的时候打出来的比赛，可能成绩有15级、16级这样子。而且比赛的心态是跟你练习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看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果想要开心玩，那也没关系。那你如果是有那种很想要赢别人的心态，或是你很想要交朋友，我觉得就是偶尔来比赛一下，那种氛围感也是不错的这样子。谢谢大家观看这一部影片，再帮我按赞、订阅、分享。Leo Das。